很多充電器的強是強在參數表，這台的強是強在你怎麼折騰它都不太慌。它把高功率桌面充電最難的穩定、乾淨、耐久做成了整體氣質，是一台你每天上班每天都能放心用的160瓦5口充電器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這一期我們不看參數，也不聊功率表，我們要拆的就是這款6年160瓦速顯充5口充電器。前面測試已經跑完，它的表現很清楚，功率能穩住，溫度也壓得住，文波控制非常極品，整體調教偏向長期使用。那接下來要看的就是它為什麼能做到這些點，它內部的結構是靠堆料還是靠架構設計和用料取捨？這一期我們就從內部下手，看看它的功率方案、散熱思路以及測試片表現的背後的工程邏輯。拆開看，我們一起來找真相。這個線材的基礎數據我們前面都已經做過測試，我們現在做的就是對它做拉力測試啊。我們來看一下拉力測試的過程。3次拉力測試下來，平均拉力是66.7，這個成績是很不錯的啊。我們現在把它剝開，看看內部線性的配置。這是外部的白色編織網，剝開它的 TPE 外皮，這是外面的鍍鋅線同時做的屏蔽層，屏蔽層的密度還是很不錯的。還有一層鋁箔的屏蔽層，這是內部的4股抗拉纖維，黑色的為負極線，2根粉色的為正極線，這4根線材為數據線缆。內部的線芯全部都是用的抗氧化能力更強的鍍鋅線铜絲，而且每一根線纜內部還有抗拉纖維，這些配置就造就了它這個60多公斤的拉力啊。我們把這個合金的外殼給它取下來 ，Type-C 頭內部是有鋼殼進行保護的，都有白膠進行保護。我們隱隱約約可以看到這裡有一顆芯片。這個線材內部的 eMarker 型號為332B， 是深圳匯能泰半導體出品的，完整型號是 HUSB 332B， 可以支持最高240瓦的功率傳輸，也可以支持 USB 4+3 40Kbps 數據傳輸，但是這個沒有做成高速率的傳輸線啊。同時，它也可以支持雷電3。深圳匯能泰2015年成立，專注於智慧能源控制技術研發。這就是這個160瓦充電器內部自帶的一根編織網 CC 線，它的配置確實是很不錯的啊。我們現在就是對這個綠聯速顯充160瓦氮化鎵充電器本體做個拆解。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，請大家不要模仿。充電器這一面蓋體上面，我們可以看到有縫隙，我們從這個縫隙下手，用撬棒撬試一下。6年家的產品我們已經拆了很多了啊，設計風格基本上都是這種的，側蓋直接可以撬開，內部做工確實是很扎實的。這個膠是提前預封的，封好膠後再放到充電器殼體內部。交流導線部分有打膠固定，內部關鍵的地方也打了白膠進行固定。取這個充電板模塊啊，費了不少的時間。交流導線我已經把它斷開了，這個就是模塊本體。EMI 的小板，顯示部分的 PCB 和充電口小板，這個上面單獨還貼了一張陶瓷纖維隔熱棉，這個地方還有2片 PCB 啊。屏幕模塊是通過雙面膠粘在這個 PCB 上面的，為了防止充電器的熱量影響屏幕，這個背面同樣是貼有隔熱棉。這個地方還有一張 PCB 啊，花了我48個小時啊，把裡面的膠全部都清乾淨了，清理出一堆這樣粉色的高分子導熱膠，為的就是讓各位老鐵們能夠看清楚這個電路模塊。從裡面拆出4個這樣的硅膠套子，3個小的是套在內部的降壓電桿上面的，然後這個大的硅膠套子是套在這一個高壓主濾波電容上面的，背面是金屬散熱片，上面貼有石墨烯導熱貼，內部用黑色的麥拉片做绝缘處理。現在的充電器是一個比一個設計複雜了啊！電路模塊一共由7片 PCB 構成的，內部的設計就是典型的綠聯的風格啊！給大家欣賞一下這個主板，然後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及元器件的情況。
前面的測試，我們已經把這台綠聯速顯充160瓦充電器的整體表現跑清楚了。無論是多設備並發，還是長時間的高功率輸出，它的狀態都穩定，而且輸出紋波、溫控和兼容性都呈現出長期使用取向的調教風格，特別是紋波啊。在160瓦這個功率段，測試成績從來不是靠單一的器件決定的，而是整條電路架構從輸入到輸出的系統結果。這台充電器內部的設計，並不是簡單的追求極限體積，而是明顯圍繞穩定、高負載、桌面多設備這個使用場景來展開的。從輸入端的電磁干擾抑制，到主功率的變換方式選擇，再到刺激的輸出濾波以及頻顯控制，每一個模塊都會直接影響我們在測試中看到的功率表現和溫控狀態。所以接下來的講解部分，我會按照電源的工作邏輯，從前到後把整條能量路徑講清楚，大家才能真正的理解這台速顯充160瓦充電器在測試中表現出來的穩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。我們先從輸入端開始講。第一道關卡是東莞成潤電子出品的 SET 系列5安250伏慢容保險絲。成潤電子2010年成立，及研發、生產、銷售於一體的過流保護元器件製造商。廣東智敏電子綠色 NTC 熱敏電阻，上電時用於康朗永電流。智敏電子成立於2011年，致力於保護性電子元器件研發生產。緊接着是一顆惠州華凱微電子65攝氏度溫度開關，用於 NTC 短接，避免長期損耗。華凱微電子2016年成立，專注溫空氣、熱保護器等電子保護器件的研發製造。第一級小型繞線式共膜電感，把高頻招繩先攔住，並配有塑料支架進行固定，再配合東莞微清電子出品的0.33微法275伏安硅 X2 電容，給插模高頻招繩提供回流通道。微清電子2010年成立，經營範圍涵蓋電容器、電器配件等產品的生產加工。第二級體積更大的同帶式共膜電感，把前面沒完全壓乾淨的共膜干擾繼續往下壓。台灣強茂電子出品，貼片式整流橋2顆並聯，規格為10安800伏。並聯的目的就是分攤電流，降低單顆器件的發熱，提高持續輸出的熱穩定性。台灣強茂股份1986年成立，專注分立半導體的研發。這家公司旗下有銀茂光學、宏冠電子等多家知名企業啊。東莞晨曦電子出品的1微法450伏薄膜電容2顆，再配合1顆繞線式濾波電感，組成派型濾波器件，把高頻紋波、尖峰電流先磨平，減輕後面的 PFC 的壓力。晨曦電子2014年成立，專注於電子元件生產與銷售。這套 EMI 的目的是把浪湧、安全、噪聲在輸入端一次性管住，讓後級少背鍋，整機才能在高功率下長期穩定的工作。PFC 升壓區控制核心是台灣力啟科技出品的 PFC 控制芯片 RT7333，負責讓輸入電流跟着輸入電壓走，把功率因素拉上去，同時把直流母線穩穩地升到工作電壓。力啟科技1998年成立，國際電源 IC 設計公司，專注於電源管理 IC 產品以及完整的電源解決方案。PFC 開關管用的是深圳英諾賽科出品的6106QA 氮化鎵開關管，開得快，損耗低，適合高功率、高頻場景。英諾賽科2015年成立，致力於第3代半導體硅基氮化鎵器件研發。PFC 回路器件，一顆是山東金島微電子 15JB 快恢復2極管，做旁路保護，避免開關器件被尖峰硬頂。金島微2013年成立，專業從事半導體分離器件的研發銷售。另外一顆是深圳智信微電子出品的06065 D56AS 碳化硅整流2極管。碳化硅的優勢是耐高壓、反向恢復快、損耗低，配合氮化鎵，把 PFC 這一段的效率和發熱壓下去。智信微電子2021年成立，專注於第3代半導體碳化硅功率器件研發。PFC 電感外纏耐高溫的膠帶進行保護，負責儲能與釋放電能。最後用香港東家電子出品的 KRM 系列100微法450伏高壓電解做母線儲能濾波，負責讓後級的電流更穩。香港東家電子1984年成立，專注生產研發鋁電解電容器。PFC 的目的不是讓功率變大，而是讓它拿電更規矩，母線更穩定，後機更好幹活，這樣高功率才能跑得久，溫度也才壓得住，也更容易過能效和諧波規範。綠聯這台速顯充走的是 PFC 加 AHB 不對稱半橋的路線，核心特點就是效率和寬工況表現更均衡，適合多口、長時間、負載變化頻繁的場景。AHB 控制側供電與偏置用了一顆東家電子的
KLH 系列47微法50伏電解電容，給 AHB 主控芯片提供更穩定的偏置電源濾波。主控核心是台灣力啟科技的 RT7795MN AHB 不對稱半橋控制芯片，它是這段能量轉換的指揮，負責整個主電源的開關節奏，什麼時候開多久，怎麼調占空比，怎麼限流等等。不對稱半橋功率執行端是用的深圳英諾賽科半導體出品的 70DA190B 氮化鎵開關管，2顆管子就是半橋的上下橋，負責把高壓直流切成高頻脈衝送進主變壓器。在半橋的旁邊還有一顆晨曦電子 0.62 微法250伏諧振薄膜電容，參與波形塑形，讓開關過程更順更柔，降低尖峰和損耗。主變壓器初級4個引腳，包含輔助供電，次級加粗的雙引腳輸出，這也是典型的高電流取向的設計。隔離反饋這一塊做得很完整，初次級之間一共放了4顆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貼片陶瓷安硅 Y 電容，分別是220匹法2顆、470匹法1顆、1000匹法1顆，給供膜干擾提供跨界的回路，滿足安硅洩放要求。四川特瑞祥科技2014年成立，國內安硅器件的頭部企業。反饋電路用的是台灣兆龍科技出品的 CT1018 光電耦合器，實現電氣隔離下的反饋。再配合南京威盟電子出品的431基準芯片，把輸出電壓的誤差變成反饋信號，讓主控去調功率，最終把輸出穩住。南京威盟電子1999年成立，專注電源管理芯片。AHB 主電源這一段不是靠堆功率，而是靠控制氮化鎵執行、諧振塑形，再加上隔離反饋這條電路，把高功率長期輸出的穩定性做出來。電過了變壓器到次級，把高頻脈衝變成能用的直流，同步整流核心控制也是用的台灣力啟科技的 RT72201次級同步整流控制芯片，根據次级電压電流的狀態去驅動 MOS 管，用 MOS 管的低導動電阻去替代傳統的2極管壓降損耗。被同步整流控制器驅動的是2顆上海新導科技出品的 S10R9D 同步整流 NMOS 開關管，負責刺激能量更高效的傳給後面的充電口降壓電路。上海新導科技成立於2009年，專注於高品質、高性能模擬電路和功率器件的開發和銷售。整流之後的濾波用料香港東家的 KS 系列固態電容，一共用了5顆，5顆的總容量是1950微法。東家 KS 系列的優勢是 ESR 更低，紋波電流能力更強。前面咱們測試裡，它的紋波和併發穩定性好看，很大一部分就是這裡的配置在兜底。屏幕顯示的控制部分，它先用一顆東家 KS 系列的68微法35伏固態電容做輸入濾波，給 MCU 供電用的是深圳泰德半導體出品的 TD1469降壓 IC， 配合旁邊的電感，把電壓降到 MCU 能用的範圍。泰德半導體1996年成立，專注集成電路設計與半導體技術研發。主控 MCU 用的是廣東華新威特集成電路出品的 SWM221 32位頻區 MCU， 它負責屏幕刷新、數據處理等等。你看到的界面和數字都是它在後面適時計算出來的。華新威特2018年成立，主要從事半導體集成電路芯片研發設計。觸控部分是4in 3D288B 的觸控 IC， 再配合觸控彈簧完成觸控採樣。彈簧既是結構件，也是電氣連接件，保證觸控信號的穩定。次級這邊用同步整流把效率和發熱壓住，用固態電容把紋波和動態拉穩，再用 MCU 把可視化體驗做成一個完整的系統。最後一張，我們看5個口是怎麼輸出的。先說高功率的 C1 和 C2 口，協議控制用的是珠海智榮科技出品的 SW3566H 協議芯片，它負責 PD、PBS 之類的協議握手，最高單口輸出140瓦功率。珠海智榮科技2014年成立，國內協議芯片的一線廠家。協議芯片控制2路降壓電路，用新導科技的 NMOS 4顆，型號為 S04R8，4個管子組成2組半橋去做高功率降壓，把母線能量變成穩定的輸出電壓。輸出濾波用的香港東家 KS 系列150微法35伏固態電容2顆，每路1顆，把降壓後的紋波進一步壓平，讓輸出更乾淨。輸出端還有新導科技 S04R5Y 開關管，作為 V-Bus 輸出控制，2個口一共2顆。電流檢測用 R003 採樣電阻2顆，做限流、過流保護和功率分配。然後是中低功率的另外3路輸出 C2、C3 和 A 口。協議控制用的是深圳匯能泰半導體出品的
HUSB 392協議芯片，設定3個口，單口功率最高30瓦。這一路降壓控制芯片用的是無錫新南威電子出品的 NDP1460，芯片內含 NMOS 開關管。這類集成方案的好處就是器件少、回路短，效率和一致性更容易坐穩。新南威2015年成立，專注電源管理領域的各種芯片研發銷售。同樣配置一顆環形卧式電感，做能量平滑。輸出濾波用的是東家 KS 系列220威瓦16伏固態電容一顆，負責把輸出壓穩。3個充電口的輸出 V-Bus 控制仍然是新島科技的 S04R5Y， 這裡一共3個口，每個口1顆。電流採樣用的是 R2010， 一共3顆，同樣是讓系統適時掌握各口電流，便於限流和保護動作。5個充電口都配置了 TVS 順態抑制二極管，作用就是保護協議芯片和 MOS 管不被損壞。高功率充電口用更強的分立半橋去扛，低功率用集成降壓去穩。再用 V-Bus 開關、採樣電阻和 TVS 把控制和保護閉環做好，這就是它多口併發還能保持穩定的底層邏輯。這台綠聯速顯充160瓦5口氮化鎵充電器，它的設計思路不是把功率堆到160瓦就完事兒，而是圍繞着長時間高功率、多設備併發，還要輸出乾淨、狀態可視化而做的。先說第一個亮點，也是最硬核的持續輸出能力。它在160瓦雙口滿功率的情況下，能跑到1小時40分鐘左右。你要知道，標稱160瓦的產品很多，但是能把滿載併發跑到這個時長的確實不多見。這背後不是單點堆料，而是一套組合拳。2顆10安800伏的整流橋並聯，把電流和熱密度攤開。3顆氮化鎵開關管加1顆碳化硅整流二極管，從效率和發熱上先把底盤打穩，所以它能長時間扛住雙口滿載。本質上是系統級的穩，不是運氣。第二個亮點是兼容性和輸出質量。協議層面，它的 PPS 做到了主流機型的全覆蓋，更關鍵是它的紋波表現全線壓在了50毫伏以內。這個結果不是玄學，而是有硬底子。刺激同步整流去降低損耗，配合5顆東家的固態濾波儲能，讓輸出端既乾淨又抗負載波動，所以你拿它去覆蓋筆電、手機、大功率儲能設備的桌面全場景，邏輯上是順的，用起來也更省心。第3個亮點是架構的統一性，它沒有用拼湊式的電源架構，而是從 PFC、AHB 到次級同步整流，整條控制鏈路都是走的台灣力啟科技的同體系方案。這類同一套思路打通的好處很現實，策略一致，配合順，邊界清晰。也就是咱們測試裡面看到的那種穩定性，能複現，能長期跑。至於缺點方面，我這裡不下結論，我只給一個產品策略上的建議。這台機器現在是5個輸出口，覆蓋面很廣，但如果下一代想更上一層樓，我反而建議把它充電口收斂至4個，比如讓 C3 口提升到45瓦，手機充電的體驗會更貼近主流需求。再把 A 口做到33瓦融合快充，兼容一些老設備也更實用，這樣結構更聚焦，功率段更漂亮，整機的定位也會更加旗艦桌面化。一句話總結，很多充電器的強是強在參數表，這台的強是強在你怎麼折騰它都不太慌。它把高功率桌面充電最難的穩定、乾淨、耐久做成了整體氣質，是一台你每天上班每天都能放心用的160瓦5口充電器。這一期測完也拆完，綠聯這一台速顯充160瓦充電器的氣質很明確，它不是那種標個160瓦只負責好看的產品，而是實打實能扛住桌面長期使用的方案。實測雙口併發滿載1小時40分鐘，加上溫控和效率的表現，說明它的輸出策略是偏穩偏耐久的。再看它充電口的紋波，全口壓在50毫伏以內，表現非常乾淨，所以你拿它覆蓋筆記本、手機等多設備併發這種典型的場景，體驗是省心的。這一次拆解給出的解釋也是一致的，前端把輸入和母線處理做扎實， PFC 用氮化鎵、碳化硅把效率和發熱壓住， AHB 主電源把功率穩住，後面同步整流和固態濾波把輸出做乾淨，所以你在測試裡面看到的能跑得久，輸出不髒，併發不亂，不是運氣啊，是系統設計帶來的可複現的結果。那怎麼買就要結合價格，說人話。這台目前在主流電商的活動價經常在200出頭到270、8的這個區間，力度大的時候甚至能到更低的到手價。在這個價位裡，它把160瓦多口和屏顯可視化一起給到，性價比確實高。它的屏幕不是裝飾，
它能把協議功率狀態直接給你攤開看，桌面多設備用戶會明顯更舒服。所以我的建議也很簡單，如果你是桌面黨，設備多，又希望長期穩定省心，這台可以放心充。如果你只充一部手機，對屏顯無感，那就沒有必要上到160瓦了啊！車是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猜，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